我是 YouTuber 鲁罗罗。这次原神的 2.2 版本官方前瞻直播在10月3号晚上正式播出啦。这次将会复刻2名角色，主要是公子和胡桃，以及新4星角色托马。此外还会释出到期最后一个海岛鹤关岛。另外也有许多新的改版内容。那影片中洛洛也会将这次的直播内容汇整成以下重点：角色卡池、新地图、版本活动、新怪物、新武器、新功能与优化。也会稍微提供一些关于公子和胡桃该怎么抽卡的建议给在犹豫的肉肉们。当然，洛洛也会补充一些官方直播没有提到的重点。影片开始前，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洛洛的频道的话，记得先订阅一下哦。2.2 版本的第一个卡池就是复刻我们的公子，这个已经复刻2次的角色，已经是全游戏角色中复刻最多次的，就连音乐会也有他的3首主题曲，可以说是官方的亲儿子了吧。卡池更新预计会在10月13号同 2.2 版本一同时装。此外，公子的新5星专武东极白星也会一同加入5级 UP 卡池。也因为公子已经复刻过2次了，这边洛洛提供一些抽卡上的建议。若是之前的卡池已经有抽到过公子，会建议在这次复刻卡池把命座补满到6命，因为公子的强度都是锁在命座之中，有6命的公子玩起来才是最舒服的。这里要强调一下，并不是说0命的公子不强哦，即便1命的公子虽然有降低一技能冷却，伤害也不差，但以顺手度和游玩的体验完整度来说，6命公子才是最好的。又已经复刻2次的公子，短时间应该也不会再复刻第3次了，因此要体验完全体的公子，就趁现在把公子补满命，顺便把专武也抽出来给他吧。或许你会说，哇，只抽满命，我不是课长大佬啊？没有错啦，公子就是课长的玩具，课长的钱砸在满命公子身上，所以公子才有办法当中年的提款机啊！不是，没有满命的公子并不是不能玩，但是在没有办法保持长时间战场的情况下，多人联机又常常没有长时间输出的机会，深井螺旋也很吃队友的情况下，更甚至是自己单打的时候，公子出来帅一下就要下场，或是还要等冷却时间，这样的帅哥用起来岂不是很煞风景吗？而维克玩家或是晋级才入坑的新手，加上可能有抽神力灵华、雷电将军这些低命座就很强的5星角色，当前或未来也还有其他强力输出的选择，所以比较建议抽公子的人，就是需要补命做到满命，或是打算要直抽满命的玩家，或是有抽风云万叶打算组一队万达国际队的，也可以看自己需求抽。那如果还是很想玩公子，但考虑提升命座的话，也可以再参考先前洛洛制作过的公子影片，查看命座的建议和解说。而若是收藏党或是要养老公的，就不用管这些建议。2.2 版本第2个卡池则是会在11月3号复刻胡桃，虽然第2个武器池资讯还没有公布，但应该也会有很大几率会复刻胡桃的专武护魔之杖。还记得先前护魔之杖和狼的末路同一个武器池的血流成河经验的话，这次武器池若真的复刻护魔之杖，可是有定轨的哦，就不用担心歪了10几把狼墨，结果护魔还没买经验了。同一卡池里面的4星角色也会有新角色托马的加入。就官方直播释出的资讯来看，托马和胡桃的效性也很好，或许也可以成为弧形中队伍中的第4位角色，并且还能够凑双火共鸣。这里也就再补充一些胡桃的复刻抽卡建议。胡桃在当前的深井螺旋环境中还是有很高的出场率，强度也在 T0 到 T1 之间。若你还没有强力火系主 C， 且打算拼深井螺旋星星的话，推荐可以把握这次机会抽胡桃。若你已经有萧弓，则不一定要抽胡桃。0命萧弓虽然打单体出色，对群较弱，但还是可以透过其他队友的弥补，伤害和深井螺旋的表现也很不错。而且组了萧弓当主 C 进深井，在队友上就容易跟胡桃互抢，因此请评估自己当前的角色值和需求。而胡桃的命座建议，最好就至少抽到1命，抽完1命之后再去抽专武，而后甚至抽到2命、3命就很够用了。剩下的就是看自己的财力，甚至有点原石抽武器，还有对于高桥李依的信仰到哪里。日配真的可爱到不行，但满命的用途其实并不算特别实用，可能刚触发1次后，时间到了还是有可能被瞬间高伤害打死。不过触发时的效果有火焰围绕很帅。另外关于胡桃的队员和武器建议，胜因物选择也都可以再去参考洛洛之前做过的角色分析影片。最后补充，有人问胡桃追忆还是魔女套好，其实2套伤害并不会差异太大，主要差在输出手法的习惯。不仰赖胡桃大招，喜欢打重击那就穿追忆4件套，喜欢开胡桃大招就魔女4件套，而洛洛的话还是喜欢穿魔女套咯。和胡桃卡池一同 up 的4星角色托马也会在 2.2 版本加入。托马是4星火属长枪角色，等级突破后提升的是攻击力卡数，角色定位比较偏向副 C 辅 C 的定位，主要特色是可以提供吸收火元素伤害的护盾，并造成火元素范围伤害，
E 和 Q 技能都是相互盾，而 Q 大招真红赤火之大铠除了产生像是铠甲的护盾之外，也会重置 E 技能的护盾持续时间，两者之间甚至可以达到无缝抢珠护盾的效果。托马的护盾吸收量是基于它的生命值上限，因此在未来生物的属性选择方面，也是要准备一些生命值主属性的武器和生物给它哦。被动天赋方面比较特别的是，其他队友可以透过普通攻击来强化护盾的效果，因此这个天赋适用于给主要用普攻输出的角色，像是萧公、胡桃、公子。此外，托马还有另外一个被动天赋，是在到期钓鱼的时候会有20%的几率能够获得2倍的鱼。命座的部分，满命的话可以替所有角色在处于护盾状态下带来普攻、重击、下路攻击，提升15%的伤害，是个非常万用的效果，将会适用于很多角色。同时带来挂火做其他的元素反应。而其他的实测心得，洛洛会在托马正式推出后再制作相关的角色分析影片。另外，关于托马的天赋素材为周一4日开放的服饰系列，而等级突破素材需要打无相之火来取得阴然之珠，以及盗宝团会掉落的压印。当地特产的部分则需要采集鹤关岛才有的幽灯讯，而若是天赋技能6以上，则会需要消耗女士所掉落的浴火之蝶。新的5星宫东极白星，从外形上来看，应该就是黄金屋周长副本中公子在第一阶段所拿的那把弓。夫子条提供的是暴击率，和天空之翼不同的是，同为90等的情况下，东极白星的基础攻击力为608，暴击率为33.1%，而天空之翼的基础攻击力为674，暴击率为22.1%。另外，东极白星的被动效果是让 E 和 Q 技能造成的伤害提高12%，并且每当普攻、重击、E 技能、Q 大招命中敌人后，都会产生1层的白夜极星效果，持续12秒，最多可以叠加4层，层数叠满最高可以带来48%的攻击力加成。光看被动效果就非常的和公子契合，更甚至比起同等级的天空之翼更好。副词条也提供比起天空之翼更高的暴击率加成，也算是非常万用的输出弓。若是要给打输出位的攻系角色来说都很不错，而若是要说萧公的话，还是飞雷之贤阵最好。只是若当初没有抽到飞雷的话，也是可以给萧公用。恶王丸为 2.2 版本新增的4星大剑，副词条为基础攻击力，主要的效果是基于队伍中所有角色的元素能量上限的总和，每一点可以让装备此武器的角色元素爆发伤害增加，最多可以提升到40%的加成。断浪长旗为 2.2 版本新增的4星长枪，副词条和恶王丸一样提供的是基础攻击力，被动效果也是和恶王丸一样，是基于队伍中的所有角色的元素能量上限的总和，每一点可以让装备此武器的角色元素爆发伤害增加，最多可以提升到40%的加成。谋元之月为 2.2 版本新增的4星弓箭，副词条和恶王丸、断浪长旗一样提供的是基础攻击力，被动效果也和恶王丸和断浪长旗一样。这3把武器主要都是适合靠大招打爆发的角色，若是要让9条杀戮的大招高倍率打出更高的伤害的话，这把也是可以给9条拿的。其他适合的角色等到时候时装后再稍微测试一下，再分享给大家咯。2.2 版本新增了2个邀约事件，分别是托马和早柚的邀约任务。以托马地头蛇的特性，应该会帮我们安排好妥当的约会地点。至于早柚的话，不知道是不是就跟他一起去睡觉呢？这次改版也会释出盗气群岛中最后一个尚未公开的岛屿鹤关岛，这里是一座终日笼罩在迷雾当中的岛屿。新地图也代表着又有一些新的宝箱和解谜咯。在新地图中，我们也会遇到新怪物，这是来自深渊并且能够侵蚀世界边界的魔兽，分别是兽镜幼兽和兽镜猎犬。目前主要会有炎元素和雷元素。新怪物的攻击方式主要是透过爪子使出带有元素伤害的穿刺攻击，移动时会隐身，并且在对角色造成伤害时会造成持续扣血的伤害，并且也会无视护盾的 buff 效果。公里表示，而且要注意的是，这个伤害是全队成员都会受到影响，也就是包含后台角色也会扣血哦。因此在鹤关岛探索时，能有一只可以恢复全队血量的奶妈，也就会是十分重要的重点咯。新活动迷境玄冰，我们将会到到期的一个秘境绝路阴阳寮来参与试炼。活动剧情中也会透过 NPC 纸片人士大将所提供的资讯来了解到关于活动的内容和剧情，过程中也会和公子、星焰一同前往秘境。完成活动除了可以获得一些原石、摩拉、经验书、天赋书、知识之冕等等的奖励外，也可以直接获得一支星焰哦。游戏玩法主要是透过安排出阵队伍和后援队伍，类似神经螺旋那样配置2队成员。另外有3个位置则是可以放置市闸，不同的市闸有不同的效果，像是召唤御灵协助攻击敌人，或是制造增加伤害或是其他增益效果的结界。关卡一共有5层，其中的魔物是随机，但也有看到其中1层有魔偶见鬼，因此若是不熟悉魔偶见鬼的闪避方式，可以在复习洛洛之前制作过的讨伐影片哦。
完成活动就可以获得活动道具残翠之世札，可以用来在关卡中抽取符术，有点类似机关奇函的灵签、妙签、鬼签的效果。有的符术可能会带来咒印的 debuff， 虚损之踏本则可以强化士大将的能力和提升他的等级。狩猎之更牌则是可以兑换活动奖励。新活动古时孤影，我们将会到鹤关岛上调查遗迹重击，并且也会和虚名的使者取得阿叶下混沌勘探器。阿叶下拿到勘探器后，可以到蒙德、璃月、盗气地区到指定位置放置勘探器来找出传导元件，最多可以同时放置3个勘探器。搜集完传导元件可以获得原石，并且进入第2阶段来进行采样。过程需要透过使用雷元素来替普尔西纳光钉充能。光钉充能完毕前会吸引敌人前来攻击，因此要一边维持光钉的充能，一边击败敌人。最后的阶段就是要击败一只会不断复活的遗迹重击。方法就是一边维持普尔西纳光钉的充能，借此切断遗迹重击的能量来源。过程中也可以攻击遗迹重击的弱点，像是发亮的脚步和头部的眼睛来更有效通关。新活动净化厅室又是一个要玩 in game 的活动，完成活动后可以获得来自万叶的礼物净花之情。不同于之前风花节的风物之歌活动，这次的弹奏可以和游戏内的角色一起合奏歌曲，一共有7首歌曲。这次的谱面也和先前的 in game 相较起来更加不同，双手并用点击之外，也有长按的节奏需要按。不知道后面是不是卤肉帮到你家又要加开带弹环节了呢？梦里生花主要是在陈歌湖里面种花的活动，我们可以从盗气的花匠少爷那里拿到3种梦里花的花种，并将花种种在陈歌湖贵本知道的以此之田中。播种相同的花种会有几率获得不同颜色的花卉，若是种出相同颜色的花卉，也可以和朋友相互赠送，并且再将种出的花摆设在自己的陈歌湖里面。而完成少爷的活动任务后，就可以获得对应的3个限定花架，再将自己的花放置在花架上。梦里花的花种在活动期间结束后就会消失哦，因此要搜集所有花卉的肉肉们就要好好的把握时间。和之前的双倍资源活动一样，每天可以从启示之花或藏经之花领取3次的双倍经验书或摩拉等奖励。陈歌湖这次加入了新的盗气地区风格的洞天形态会启亭，可以走在樱花瓣上，真是太美啦！准备好搬家了没啊？在搬家前也要记得，会启亭要解锁的话，神医术需要供奉到40级哦。另外，这次狐林商店中也新增了很多新的摆设图纸和套装图纸，直播中还可以看到有热气腾腾的温泉，有没有什么大胆的想法呢？而且在新的鹤关岛地区探索时，还可以找到新的奇馈宝箱，在宝箱里面可以获得摆设和套装图纸。最后在布置摆设也新增了浮空平台，后面也不用再卡 bug， 可以直接让物件浮空啦。以及陈歌湖也会新增图纸学习功能，看直播的界面感觉就是消耗时间就可以让陈歌湖来学习图纸，因此就不用再花费宝钱购买的概念。另外一个优化是关于事业物的储存上限，也会从原本的1000个上限提升到1500个。这次原神和雷蛇联名合作推出相关的电竞周边，主要有滑鼠、滑鼠垫和电竞椅等等，价格方面还不清楚，但只要有购买周边都可以再另外获得游戏内的原石、摩拉或经验书等奖励。另外一个联动伙伴则是会和 OnePlus 会在双11推出一款 Tiffany 绿的合作礼盒，礼盒内会有游戏周边和游戏内的奖励。以上就是原神 2.2 版本前瞻直播的重点和补充，或许有些人又可以再稍微多休息一阵子咯。后面关于新角色托马的实测和抽取建议，洛洛也会在正式推出后制作相关的影片。影片中洛洛也有多补充一些官方没有提到的细节，方便大家往后查阅。有任何问题可以在底下留言，洛洛都会一一回复。觉得影片内容实用，也欢迎分享给更多人知道。若是想支持洛洛的频道内容，也可以点击加入按钮来成为洛邦会员，并成为正式帮众。若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到你的话，也可以点击喜欢，给洛洛一个鼓励哦。目前每周日晚上也会固定直播游玩原神，每周一到晚上9点半更新影片。我是YouTuber陆洛洛，我们下次见喽。